中国金融圈正掀起一场惊天大地震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两大地盘浙江和福建同时出事。9月6号，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被官宣落马，父子二人双双陷入风暴。他背后的3张巨大的关系网——工行圈、校友圈、亲属圈——全面崩塌。更惊人的是，把易会满供出来的，居然是浙江省副省长朱时义、朱从九。一份换命清单，直接掀翻浙江金融圈6大银行行长一锅端。而在福建，习近平的心腹副总理何立峰的人马，中国银行前副行长林景珍，也在9月初突然落马。这就意味着，不只是浙江保不住，连福建也失守了。习近平的金融核心正在同步失血。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邓梅。易会满落马后，事情仍然在持续发酵。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披露，他在香港工作的儿子易晨阳也被带走调查。易晨阳本来是中金公司的后起之秀，毕业后先进瑞银，再转到中金，还参与过2020年蚂蚁集团那场370亿美元的 IPO。平时低调，今年5月以中金投行部执行总经理的身份出席过一个论坛。如今父亲被查，他也难脱干系。9月6号，中共官方通报，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接受调查。易今年61岁，浙江温州人。他原本是工行老兵，干了30多年，当过行长，还当过董事长。2019年，他接替刘士余坐上证监会主席这个正部级的位置，但去年2月，他突然被免职。同年6月转任政协经济委副主任，算是个闲差。到了8月底，易会满本人被带走，家人们也受到了牵连。易会满父子为何双双陷入风暴？这一切的导火索恐怕是浙江那位10亿副省长朱从九。大家还记得那位10亿副省长吗？也可以叫他朱时义。这位老兄啊，原本在证监会、上交所是混得风生水起，后来又到浙江当了10年分管金融的副省长。表面上是官场能人，实际上呢是钱太多，贪太狠。2024年年底，他因为收了1亿多的贿赂，被判了无期徒刑。按照受贿过亿、死刑起步的规矩，他本来差不多就要没命了，可是他活了下来，靠什么呢？靠教人。审理时，朱从九先是装沉默，后来终于突出一句话：“我知道一些事，也参与过，我愿意讲。”这一讲不得了，一份厚厚的补充材料送上去，几万字，里头写的全是他在浙江分管金融时金融圈的大人物、大案子。第一个倒霉的就是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。根据新浪财经报道，他不是突然被查，而是朱从九点名供出来的。朱在交代时特别提到了一位老同志，这人后来调到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任职，但手上的资源和项目并没有中断，甚至他的家人还跟某家券商旗下的机构合作过。虽然朱没有直接点名，但是老工行体系2019年开始掌管证监会的那位身份就已经是呼之欲出了。根据财新网的消息，易会满当证监会主席的那几年，中国新增了2000多家上市公司，细看数字，江浙一带的企业特别多。有人怀疑这跟易会满的背景有关，毕竟他是浙江人，过去呢又在江苏工作了很多年。虽然消息还没有被官方证实，但是至于是不是还牵扯到了他的家人参与其中，暂时也没有办法排除这种可能。朱的名单呢是一打开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，浙江6大银行的一把手，中行、农行、建行、工行、浙商银行、杭州银行全部一锅端。这些行长的名字基本是全线曝光。中国银行浙江分行前行长郭新刚，中国农业银行原首席专家兼浙江省分行原党委书记、行长冯建龙，浙江银行董事长沈仁康，建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高强，原工行浙江省分行行长沈荣勤，杭州银行前行长于立明，整个银行俱乐部直接崩塌。
朱的供词不只牵扯到人，还牵扯出具体的操作。6家银行浙江分行的一把手以私募打着政府合作的旗号，拿到巨额授信，几个 IPO 项目出现了提前过会这种不正常的流程，而且最敏感的是点到了某位监管高层的子女。在一些项目的早期阶段曾经牵过线，矛头又指向了易会满。朱从九的落马表面上牵出的是浙江金融圈的一次清洗，而真正深层的权力网络还在下面震动断裂，影响范围将远远不止浙江。朱交出的不只是一份认罪书，而是一份换命清单。这份清单震动了浙江、北京，震到了6大银行行长，震到了证监会主席，震到整个金融资本圈。虽然当地人早就叫他朱时义，如今看来钱虽多，但真正救命的是供词。媒体评论说，易会满被查背后指向3个圈子：工行圈、校友圈和亲属圈。先看第一个工行圈。易会满老东家工行近2年多人出事，最重要的一个铁杆旧部就是顾建刚被查。这个案子还把国际知名券商中金资本也拖进了风暴。2023年8月，工行前资管部总经理、工行理财董事长顾建刚被查。根据知情人士透露，顾建刚被查跟工行一笔300亿元的委外私募股权投资脱不了关系。这个项目呢，上马非常仓促，程序上有着明显的瑕疵，但是却一路绿灯，不到90天，项目自由落地，快到不可思议。根据财新网的报道，上述投资项目最开始呢是由易会满之子引荐的，易晨阳当时在香港中金工作，后续是由中金资本的董事长丁伟和顾坚刚等人一起谋划，具体推动的。而顾坚刚之子也顺利入职中金旗下的基金部门，看来这背后不仅仅涉及到工行，还夹杂着家族基金、子女安排工作等等加分项。所以就有评论说，顾建刚倒下就像是中金的第一块骨牌，易会满出事，中金整个金融图谱就坍塌了。今年初夏，中金资本高层包括董事长丁伟在内的集体失联，让外界一片震动。工行落马的还有原副行长张红利、工行原纪委书记刘立宪、工行总行原个人金融业务总监李卫平、黑龙江分行原行长张小新、总行投行部原副总理安丽燕、福建省分行原行长于龙、工行湖北省分行原行长王之斌等等。外界普遍认为，易的落马和工行近年贪腐案连连爆发有关。其实在网间早有传闻，8月底就有人说易会满要出事，因为他在浙江银行学校的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倒下，包括农行副行长楼文龙、农行数据中心纪委书记林鹏、工行浙江分行行长沈荣琴等。这些人全部都是易会满的老同学。这些先兆让外界早就嗅到了不寻常，这就是易会满牵连的第2个圈子——校友圈。第3个是亲属圈，除了前面讲到的易会满的儿子易晨阳曾经牵线中金资本，目前已传被带走外，易会满的一个哥哥也传被带走了。知情者透露，易会满有一个姐姐和3个哥哥，其中一位哥哥在浙江金融圈混圈子，经常打着易会满的名头牟利，甚至有人说，这位哥哥来北京时，易会满都会刻意避而不见。这位兄长早年在工行浙江分行任职，退休后还开过服装店。易会满的落马不是孤立事件，而是浙江金融势力全面失势的大震荡。浙江可是习近平的主要地盘之一，但是中纪委在浙江巡视后，整个浙江金融帮遭遇到了清洗。易会满作为浙江出身，证监会一把手，自然成了核心目标。而且证监会本身也不是静地，2015年股灾爆发，2016年前证监会主席肖钢下台，另一个前证监会主席刘士余2019年被查，2022到2025年副主席赵征平、方星海、王建军接连出事。所以易会满被查，既有个人家族问题，也踩上了工行系证监会系统全面清洗的大背景。而浙江大地盘面临大扫荡，易会满个人也难逃如此下场。
中共金融反腐风暴继续扩散，继浙江金脉大震后，福建帮也出现了裂缝。9月初，中国银行前副行长林景珍被官宣落马。这位银行老将在中行工作37年，本该风光退休，如今却是突然折机。林景珍的身份并不简单，他是中共副总理、中央金融办主任何立峰的厦门大学学弟，福建泉州老乡。而何立峰可是习近平的伴郎和心腹。林景珍一路从中行基层干到香港分行，再到中银香港副总裁、中行副行长，仕途是扶摇直上。特别是在习近平上台后，他的升迁速度明显加快。林景珍背后牵出的是一掌盘根错节的政商网络，福建链条、泉州老乡、厦大校友、何立峰的厦大帮和习近平长达18年的福建任职经历。在何立峰主政国家发改委期间，中行和发改委多次合作，从“一带一路”到数字化转型，林景珍曾经屡屡出场。如今，金融网开始断裂，浙江地盘先因朱从九议会满案被连根拔起，福建地盘呢又因林景珍落马而受到重击，这就意味着习近平心腹何立峰的金融地盘也在被同步清洗。有一句话叫做“浙江保不住，福建也保不住”，习近平的核心权力正在加速失血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和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